Konnichiwa，大家好啊！歡迎大家返到嚟我路痴嘅頻道啊！喺日本，二手係日常，但換個地方，二手呢可能代表係一種妥協。老實講，點解唔同地方感覺可以差咁遠嘅呢？而今日呢，就同大家一齊去日本一間中古店 Second Street。其實呢，我就唔係第一次嚟呢啲鋪頭噶啦，我間唔時呢都會想入嚟呢度睇下，唔係因為缺啲乜，純粹係覺得有夠鐘嚟尋寶啦。Second Street 全日本大約有900間嘅分店，無論喺文青區、生活區，甚至係唔起眼嘅住宅區都有噶，就連香港嘅旺角都有分店。不過呢，同日本大部分店想買賣嘅嘢就好大分別啦。一入到嚟，其實第一個感覺係好乾淨啊，杯碟排得好整齊，電器有晒使用情況同埋測試標籤，價錢仲寫得清清楚楚，你唔會有嗰種究竟得唔得㗎嘅感覺㗎喎。尤其係餐具區啊，有時仲會見到一盒未開封嘅碗碟套裝，仲有埋原裝嘅包裝紙，你一睇就知道應該係禮物嚟㗎啦。日本嘅送禮文化真係好誇張㗎。過時過節、新年、聖誕、搬屋、結婚，但問題係收到又唔代表啱用㗎喎。屋企細，風格唔啱，或者純粹太多啦，結果就嚟咗呢一度啦。所以你會見到有好多嘢係中古但係全新嘅，原則上係二手，但其實就冇人用過。呢個現象本身就好日本啊。其實我行呢啲鋪頭一直都有種尋寶嘅感覺㗎，唔係為咗平，係因為你永遠唔會知道會見到啲乜嘢。商場你會知道㗎嘛，今季就係呢一堆貨啦。但係呢一度就唔同啦，可能突然間會見到一件停產咗好耐嘅設計，可能見到一件狀態極之好嘅外套，甚至係成套連埋包裝嘅Dyson風扇都會有機會有㗎。透過呢啲物件會隱約見到人哋生活嘅痕跡，呢種感覺都幾奇妙㗎。只不過日本呢類嘅連鎖中古店，佢哋收貨其實都幾嚴噶。佢哋有一套完好嘅定價系統，唔係件件嘢拎去俾店員佢都好熟悉嘅。佢哋所有嘢都有天書跟，會參考品牌、市場需要、狀態同埋季節。店員就唔係睇心情定價嘅。你買嘢嘅時候其實已經知道有人幫你做咗第一層篩選，信任嘅係佢嘅流程。日本嘅二手產業其實都好誇張㗎，買書去 book off， 買動漫就去進學屋，買電器家居雜貨就去 hard off， 每一類都有專門嘅分工。當一個社會可以將二手做到咁細分嘅時候，其實係代表佢哋嘅供求穩定，冇人會投資一個冇市場嘅產業㗎嘛。上到嚟2樓，你會發現有唔少嘅品牌，而且真係好新淨喎。有啲衫你甚至覺得佢只係試過一次，連個牌都未剪㗎。有時我會覺得日本人對新品係冇咁神聖化嘅。新品唔係唯一嘅象徵，實用啦、質量、性價比反而就更加之重要喎。當制度成熟、標準清晰、風險低，人自然就唔會抗拒啦。而呢一個就唔係情緒嘅問題，係結構嘅問題。心理學入邊有一個理論指出，人係會直覺地相信物件會吸收上一個接觸者嘅某種痕跡，唔一定係細菌，而係一種講唔出嘅殘留感。當上一個用家係陌生人嘅時候呢種嘅殘留感會令到人抗拒。但係上一個用家係名人嘅話呢，殘留反而變成咗加持。其實我哋就唔係嫌棄二手，我哋係嫌棄上一個人。其實呢一種直覺係保護機制嚟嘅，人天生係會避開風險。當呢種嘅直覺變成咗保護機制嘅時候，所以當我哋見到二手呢兩個字嘅時候腦入邊第一個信號唔係價格，係安全。講講下又見到我中意嘅嘢啦，就好似呢件衫咁樣啦，原價係8000幾yen，而家只係一折800yen就可以買到啦。見佢個設計型格又厚又保暖，我都買咗佢返嚟陪我度過今個冬天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英女王着親都係着二手鞋嘅呢？英女王御用嘅裁縫 Angela Kelly， 每次英女王有新鞋嘅時候都係交俾佢着住行好耐，行到啲皮夠晒軟，唔刮腳為止嘅。呢件事冇人會解讀為窮，反而會被理解為實用、舒適同埋穩定，因為身份嘅框架已經改變咗敘事啦。
仲有呢，大家都會出街食飯啦。理論上你用緊嘅每一隻碗都係二手噶，但點解又唔會抗拒嘅呢？因為大家相信餐廳呢係有制度嘅，會高溫清洗，有專業嘅流程。心理上呢，你會覺得佢唔屬於你，污染感呢就自然會降低咗啦。雖然好多人呢都會拎杯水浸洗兩下，安慰下自己。呢一度呢，仲有唔少嘅露營用品、帳篷、營燈、接台、接椅，連戶外煮食爐呢都有啊！款式呢仲幾齊全添㗎。旁邊呢就係釣魚嘅裝備、魚缸、捲線器、防水袋，一件件掛得好整齊，擺放呢分類清楚，有啲似係專門店咁樣啊！好多用品呢其實狀態呢仲好新淨，有啲甚至連標籤呢都仲未拆。有啲呢仲要係大批全新，好似係清咗一批貨尾返嚟賣咁樣。呢一個玩具 corner 呢，除咗我之外熊貓先生都好中意喺呢度揾玩具噶。好多時候呢，仲俾佢揾到啲絕版嘅玩具，又或者係呢細個嘅時候屋企人呢唔會買俾佢，而家大個嘅時候呢，就可以喺呢度揾得返添。物件嘅價值從來唔只由廠商決定，而係由故事、身份、制度同群體眼光共同定義。你明知佢係中古，你睇到標籤，你知道一定有人用過。老實講呢，你都會有1秒嘅猶豫，但係呢，你都係會拎起佢，未必因為平，有時甚至呢唔算特別抵噶，但你都會望耐啲，會反轉後邊睇埋個底，會諗點解佢會喺度嘅。新嘅嘢好簡單嘅啫，乾淨完整零歷史，你唔需要諗太多嘢。marketing 已經幫件貨做好晒故事，但係中古就唔同啦，佢已經離開咗原本嘅鋪頭，離開咗當初嘅定價啦，離開咗當時出世時嘅宣傳，佢而家剩低嘅只係佢自己。你揀佢嘅時候，只係行過停低離析貨，覺得買咗頂多後悔1日，唔買嘅話就可能後悔幾年啦。或者你都唔清楚點解，但係你知道唔係因為佢新，亦都唔純粹因為佢平，而係喺冇人推嘅情況之後你都想揀佢。有時都仲會喺度諗，如果一樣嘢離開咗品牌嘅光環，離開咗新品嘅保護罩，仲有人願意拎起佢，咁佢可能真係有屬於自己嘅價值啦。其實我自己都幾中意行呢啲二手店噶，原因好簡單，每一間分店買嘅嘢都唔一樣嘅。有時露營嘢比較多，有時又突然間多咗一啲嘅玩具啦、模型，甚至係一番賞嘅精品。日本本身出嘅動漫周邊實在太多啦，老實講根本係追唔切。反而喺呢啲地方，經常就會突然間發現，原來當年仲出過呢一樣嘢嘅。所以行二手店其實就好似有啲似尋寶咁樣，唔係你想買咩就一定揾到噶，而係要靠運氣、運氣同埋運氣啊！近年仲見到一個幾有趣嘅畫面，有啲外國人會即場買、即場影相，轉頭就放上 eBay。對某啲做中古玩具生意嘅人嚟講呢度某程度上都變成咗一個入貨場啦。不過如果係價值比較高嘅物品店鋪通常就唔會淨係擺喺分店度賣嘅，佢哋會同步放上官方網站，俾人直接可以喺網上購買。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去到呢個網站度睇下噶，連結我放返喺資訊欄嗰度啊。所以每一次你行到嘅其實只係成個二手世界入邊其中一部分咋。有時最奇妙嘅係有啲物品本身你從來都冇諗過會擁有過，可能係限量版啦、地區限定，甚至係一早已經停咗產啦。你只係喺網上面見過啦，或者好多年前短暫出現過，但行行下突然間就會喺貨架上面見到佢，嗰一刻會有種好奇怪嘅感覺㗎，好似一件本來已經離開咗市場、離開咗時間線嘅物件突然間又重新浮現喺你嘅面前。你未必一定會買，但嗰一刻世界道門好似打開咗條細細嘅裂縫咁樣，俾你偷望到一個原本唔屬於你自己收藏嘅世界。但係人生呢種偶然遇到，其實日日都發生噶啦，唔係驚喜，反而變成咗一種習慣。好啦，行咗一圈啦，但其實都冇乜震撼。但正正係因為冇震撼先值得去講，因為佢已經變成咗日常。二手喺日本唔代表係窮，亦都唔代表係將就。佢代表嘅係流通，代表一個社會可以將用過嘅嘢重新放回喺系統裏面。可能真正值得問嘅唔係點解佢哋買二手，而係我哋點樣理解用過呢兩個字。
可能有一日我哋都會變成咗其他人眼中嘅上一個用家。如果大家都有去過 Second Street 買過一啲高性價比嘅嘢嘅話都可以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好啦，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記得俾翻個 like 我哋啊！仲未訂閱嘅朋友快啲訂閱啦，仲有分享同埋留言啊！我哋嘅頻道會分享日本嘅旅遊、文化同埋移居日本嘅資訊，中意日本嘅你就記得快啲訂閱我哋嘅頻道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